啊，没事，刚才撞了一下。刘总精神不太好，正在里面午睡呢。要是没有什么急事的话，就等会儿再说吧。车轮印从这里就消失了，所以应该是进了那堵墙后面。所以墙后面一定有秘密生产线。你进去看了吗？没有，我被发现了。暴露了吗？不确定，但应该蒙混过关了。如果说这下面有一条秘密地道的话，那么肯定是连通那条秘密生产线的。既然有地道连通，那么离药厂的距离也不会太远。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条密道，那工程量太大了。这里是药厂，北面有一条引水渠，地道不宜穿过，而西面是居民区，都是单体建筑，很小，所以容不下一条生产线。而且生产线的噪音会引来居民的怀疑，所以西面也不太可能。那么就剩下南面和东面的可能性了。要容下这么一条生产线，至少要长50、宽30米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缩小确定的范围。现在是12点，我们大家分头行动。公孙走，你和展超去寻找这条秘密生产线，我还有 Vivian 还有 Sherry 一块儿去参加1审的开庭。孟非，你一定要小心，去工厂测验。明白。等我好消息吧。哟，包检察官，我们刘董让我转告你，不管这场官司是输还是赢，他都请你吃饭。不客气啊。你今天最好拿出点真本事来，那些下三滥的小伎俩是唬不住法官的。这你不用担心，你不要忘记我对你的承诺。你职业生涯最大的悲剧马上就要上演了。谢谢，我们走吧。公司被诉一案，现在正式开庭。首先，由控辩双方宣读起诉书和辩护书。独立检察官。尊敬的法官大人，原告方即德城棚户区86名受害者家属联名控告瑞星药业，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乙脑疫苗，导致了86名儿童致死致残一案。经过本检察官的调查取证，情况如下。你们几个跟展超和老王往南面去，其他人跟我和老马一起。注意安全。是。看着。走。行动。因此，基于以上的辩护意见，我方认为，瑞新药业生产的疫苗绝无质量问题，否认原告方的所有指控。谢谢法官。控方。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我的第一位证人，广慈医院的儿科主任赵丽敏。同意证人出庭。赵主任，原谅我的无知。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乙脑吗？乙脑它的全称叫做流行性乙型脑炎，它是一种由视神经病毒引起的自然的预言性疾病。像它的传播途径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携带乙脑病毒的蚊子叮咬了人以后，就有可能会被感染。
一旦咬伤就会发病吗？不会发病。绝大多数被蚊虫叮咬过的人呢，他都不会发病，他只会呈现出那种隐形的过敏反应等一些症状。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才会发病。他的发病率呢是在10万分之2至10，但他的死亡率却非常的高，将要达到50%。有50%？是的，主要是儿童，因为儿童的免疫力相对比较的弱一些。你们广慈医院今年是不是接收了86名乙脑患儿？是的。那么你能给我说一下去年还有前年的比例吗？去年是21个，前年是19个。哦，那就是说今年的数量是去年和前年的4倍。这个比例正常吗？不正常。你能给我说一下不正常的原因吗？因为这些患儿基本上它都来自西郊的棚户区。全部来自棚户区。你能把这个原因再说得清楚一点吗？怎么说呢？自从有了乙脑的疫苗以来，像这种小范围内集中爆发这种现象已经是很少出现了。像我们德城向全市儿童普及疫苗以来，这是唯一一次的异常。疫苗异常？那是不是说这些孩子没有接种过乙脑疫苗呢？不是的。他们都接种过乙脑疫苗，全部86名吗？是的。你怎么这么肯定？第一，我们经过生化全方位的检测，发现这些患儿的体内都有乙脑免疫源。第二，像乙脑疫苗是我国医疗规划的第1大疫苗，在全市都实行免费接种，这些患儿都有接种的记录。也包括棚户区的孩子吗？是的，包括棚户区的孩子。我是儿童疾病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棚户区儿童接种的时候，我也去参与了。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我这儿有一份疾病中心出具的接种记录，这里面包含了接种证、医疗号码，还有监护人的签名。这说明，从今年2月25日到3月14日期间，棚户区的210名儿童全部接种了由瑞星药业生产的乙脑疫苗，其中就包含了这86个孩子。谢谢，我问完了。法官大人，我请求传唤第2位证人，请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宋腊梅。住在什么地方？住棚户区。你是不是有一个3岁大的儿子？是的。他接种了吗？接种了。能说一下接种时候的情景吗？那天听见大喇叭响，说是要接种疫苗，然后我就带着儿子去了，看见了很多邻居都在那儿。阿姨，能把这个给我玩吗？可以啊，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不客气。你知道他打的是什么针吗？知道，是瑞星药业生产的那个乙脑疫苗。你怎么知道的？啊，那天我儿子拿了他们发的药盒子。是这个药盒吗？是的，是的，就是这个药盒。瑞星药业，生产日期是去年的1月13号。法官大人，你看一下，我这里呢还有一份疾病中心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今年棚户区接种的疫苗全部来自于瑞星药业，也就是今天的被告宋婶。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孩子接种完疫苗之后的情形吗？今年的5月份，我儿子呢和我们邻居的孩子去河边玩，后来孩子回来大概不到1天的功夫吧，就突然的发高烧，然后呢浑身抽搐，还不停的呕吐。我们几家的大人都感觉有一点不太对劲，就赶忙的把孩子送到了医院。当时我儿子的病算是轻的，可徐婶家的2小子
就快不行了，结果就没救回来。二小子他就走了。法官大人，还有各位陪审员和在座的所有好客，这位死去儿子的母亲徐嫂今天不能来参加这个起诉，是因为迫于生活的压力，和瑞鑫药业签订了放弃起诉的协议。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儿子的不幸遭遇却是一个铁的事实。我反对。控方无权引用已经放弃诉讼的家属证词。反对有效。那好啊，宋婶儿，我想问一下，医院是怎么诊断你儿子的病因的？医生说是急性的胰脑。我问完了。辩方律师，我们现在呢，就来回想一下整个的事情。今年的2月份到3月份，棚户区的210名儿童接种了由瑞鑫药业生产的胰脑疫苗，但是到了5月份，却有86名明明接种过疫苗的儿童发现患上了胰脑。这等于说，有38%的孩子没有受到疫苗的保护，这38%的孩子就受到了终身残疾和死亡的危险。大家要知道，这个比例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国家医药局规定的疫苗有效率必须达到95%的底线38%。这个比例高得有点太惊人了吧？都已经惊人得让人难以置信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答案应该有2个。第一个答案就是这86个孩子命中注定会遭此一劫。无论是先进的药品、医学技术，还有德成医疗中心每年巨额的疾控投入，都挽救不了他们的生命。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冥冥的力量，非要这86个孩子非死即残，让他们的家庭支离破碎。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力量会如此的邪恶。控方注意，请围绕本案事实陈述。好啊，围绕事实来进行陈述。那么就是瑞鑫药业生产的这些疫苗有严重的质量问题，让这原本86个健康、可爱、活泼的孩子相继的发病、致残，甚至是死亡。我反对。检察官是在主观推测。反对有效。控方，请注意你的言辞。我说完了。辩方律师。法官大人，各位，我手上有2份数据。这一份是从全市所有医院诊所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9923人次接种了胰脑疫苗，发病208人次，发病率2.1%，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因此，说瑞鑫药业的胰脑疫苗是伪劣产品，纯属无稽之谈。我反对。你在偷换一个概念。大家都知道，今年胰脑疫苗的疫区是在棚户区，可是呢，对方律师的这个数据却加入了没有疫情的市区。这就好比是对从来不喝酒的人进行酒醉的测试一样，完全没有意义。目的也非常的简单，就是要稀释无效疫苗的比例。反对有效。好吧，那我们就用事实说话。这份数据是医学权威独立机构对瑞鑫药业胰脑疫苗的检测报告，各项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请问检察官有什么想法？想法？你送检的疫苗合格，并不能代表瑞鑫药业其他的疫苗全都合格。可笑！
检察官莫非是在说，国家的检测规定形同儿戏，权威的检测报告就是一张废纸喽？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啊，就是啊。下了。肃静。老大，是个酒厂，有嫌疑。酒厂也需要关闭生产线。大家仔细搜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我想请问辩方律师，如果说疫苗都合格的话，瑞鑫药业为什么会在上个月突然地收回了上半年生产的所有疫苗，并且彻底地销毁？难道知道这些疫苗有问题，做贼心虚了？突然二字，未免用得小题大做了。不过你是外行，可以原谅。对过期疫苗进行销毁，是医药行业的正常程序，而这也恰恰证明了瑞鑫药业在医药制造和销售上一贯认真负责的态度。疫苗的有效期是12个月吧？瑞鑫药业为什么要把生产了仅6个月的疫苗全部收回呢？难道这些在有效期的疫苗全部都失效了吗？我再次强调，药品销毁与否是药厂的权利，和药品质量毫不相干。请正面回答，瑞鑫药业为什么要彻底的收回并且销毁那些疫苗？这是我们的自由。我相信任何的自由都必须在法律和法官的光辉之下，才是真正的自由。请辩方律师正面回答。法官大人，按照谁控告谁举证的原则，请控方现在就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来。证据会有的。那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喽。别急，我们再等一下。肃静。你去那边，我去那边。好，快。干什么呢？警员，你们这儿是什么厂子？我们这是面粉厂。面粉厂。啊。老大，这小子一看溜就跑，团长，肯定有猫腻，这里有问题。假酒厂，带走。走。面粉厂啊！你们两个跟我回警局。你，还有你，把他们两个带回警局。你们俩把厂子放了。是展超。
再次提醒庭上注意的是，检察官凭借其高超的演讲技巧和对陪审团的情绪引导，毫无证据的把瑞鑫药业架上了道德的审判台。对此，我要强烈谴责。但是，面对法律的尊严，我必须提醒大家，回到问题的焦点上来，那就是检察官手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直接证据来支撑他的论点。如果有，他就不会使用那些修辞技巧了。所以，请检察官直面我的问题予以回答。控方检察官，这个问题你需要回答。法官大人，这个问题我一定会回答的，但是我请求您，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让受害儿童的父亲张洪富先生出庭作证。同意证人出庭。张先生，非常的抱歉，我问的问题呢，可能会引发您的一些伤痛，请您谅解。你是在多大年龄有了你的女儿依依的？那年我36岁，我女儿今年4岁半了。依依和我都属兔，我老婆那年35岁，高龄产妇，为了要这个孩子，差点连命都没了。反对，请控方不要再打煽情牌了，说些和案情有关的，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反对有效。控方检察官，请注意你的提问方式。那好吧，张先生，请您详细的描述一下您女儿依依从生病到眼睛致残的全过程。那是今年3月份，3月12号，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带着依依到广慈医院接种了乙脑疫苗。可是到了6月初，依依突然发起了高烧、头痛，还有恶心。起初我也没有在意，以为就是普通感冒，吃点药就会好。谁想到，这孩子高烧一直都不退，还出现了意识模糊、频繁抽搐、深度昏迷的症状。我这才觉得不对劲儿，赶紧把他送到广慈医院。我知道，这对您来说很难过，但是为了依依，你必须要坚持。医生诊断说，依依得了急性乙脑，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刚刚给依依打过乙脑疫苗啊，怎么会得乙脑呢？医生跟我说，幸亏把孩子送来的及时，命总算是保住了。但是依依因高烧引起视神经萎缩，成了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依依醒来时候就问我：“爸爸，为什么我的眼前都是黑的？是不是我的眼睛里长了2块黑布啊？什么时候能把我那2块黑布给拿走？”好想告诉他，我说你再也不能把那2块黑布拿走了。可是我怎么也不忍说出口，因为从今以后，孩子就要在黑暗中过一辈子了。我想不通啊！明明孩子已经接种了乙脑疫苗，为什么还会得乙脑？我们棚户区像依依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你们瑞鑫药业的疫苗到底有什么用啊？法官大人，我没有问题。张先生，首先对你的遭遇表示同情。请问，这是依依的病历本吗？是依依的。依依是不是经常生病啊？依依确实从小体弱多病，可能是我们年纪太大了，她先天上。那她是不是每一年都会发几次高烧呢？依依的扁桃体经常发炎，所以才会发烧。好，一个经常生病发烧的孩子，
一对经常抱着孩子去医院的父母。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谁说反过来不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对孩子的发烧习以为常了，麻痹大意了。看到他发了烧，也不去医院及时治疗。如果第一天发烧，你就把孩子送去。绝境会有怎样的反应？你利用大家对孩子的同情来转移焦点，隐藏自己的过失，为了获取钱财，不惜拿孩子不幸的命运做赌注。你不是人！我们现在要钱有什么用啊？就是瑞鑫给我们再多的钱，能让依依的眼睛复明吗？能抵消我们全家人的痛苦吗？我们现在想要就是事情的真相，还所有受害者一个公道！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什么你？低点！打死你！法官大人，我请求休庭。法官大人，我请求庭上治张洪富藐视法庭之罪。证人情绪激动，不过也确实情有可原。本庭不予追究，但如果再犯，将两罪并罚，绝不宽恕。现在休庭，周日上午9时再审。哎呦，依依，爸爸妈妈出来。妈妈，你怎么哭了？别哭，依依乖。爸爸妈妈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依依眼睛看不见也能照顾爸爸妈妈。两位，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太太，谢谢你。我们现在不需要钱，也不需要什么人同情。因为现在这些对我们都没有用了。是啊，如果这一切是意外的话，我和老张能承受。可是，如果这一切是因为有人丧尽天良，赚着昧心的钱，那我们就要他负责到底。我和老张要的只是事情的真相，可是为什么事情真相离我们那么远，越来越远？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亚梅，亚梅，你没事吧？亚梅，让我来。亚梅，好了，哎，我看你们还是把他送回家吧。他身子又虚又弱，整天在哭，很容易哭坏人的。好，谢谢你，太太。走，我们回家。走。包阿姨。哎呀，刘董，刘董，哎呀，今天老庞啊实在是太棒了，在法庭上让包正啊毫无还手之力呀。来来来，坐坐坐。刘董啊，您对包正啊是多虑了，这个案子我们绝对是稳操胜券。过奖了，刘董，包正手上没有直接证据，光靠煽情撒狗血是赢不了案子的。没错。怎么，老庞通知包正的消息那么快就上报了？哎，这是
是前年的报纸啊。所以，千万不能小看包拯。他从小脾气就倔。前年，在 S 城化工厂污水案中，庭审的最后时刻，他翻盘了。所以一定要防范他会出什么怪招。董事长，庞律师，我让我的司机送您先回去吧。刘董太客气了，那我告辞了。慢走。我们在面粉厂的秘密生产线已经被警方发现了。别急，别急，别急！幸亏啊，我们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准备，把设备已经分几辆卡车运走了。他们劫的是最后一辆。天幸，证物已经在火车事件中被撞毁了，司机也死了，没给警方留下什么把柄。啊，怪不得在法庭上，这个包拯有意拖延时间，利用证人打老庞的机会请求了休庭。刘董，这个包拯，我们不能大意。警方为什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发现我们秘密生产的地方呢？刘总，我查了很多次，总觉得黄秘书有问题。有证据吗？你是说，这个包拯打不赢这场官司？是的，他没有有力证据，而且……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尚早啊。他有时候会有那种理想主义的傻气，跟热血，这些都会让他的判断变得不理智。很高兴，你现在终于开始慢慢了解他了。只是我不明白，孔雀眼为什么要帮包拯？不是孔雀眼要帮助包拯，而是你要帮助包拯。我们的思路、步骤，一切都是对的，就是差了点运气。没办法，只好把这些碎片统统拉了回来。包大哥，听说庭审也……诸位，这不是一个结果，也不是一个终点，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挫折罢了。因为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完美犯罪。只要你犯罪，就一定会有痕迹留存，就一定会有证据存在。虽然说现在这些设备被炸成了碎片，可是谁能告诉我，这些碎片当中就真的没有我们要找的线索吗？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因为我们不是别人，我们是能够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我们是能够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找到线索的 DBI 的法证精英，我们是罪恶的克星。检察官说的对，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我们不能克服的。DBI 全员出动，大家一起分解，连最小的碎片也不能放过。有国法，有大家的细心专注，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证据。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动手！有价值吗？这些都是属于医药配用罐和高效灌装机，是针剂生产线上的设备。哦，不过可以确定是属于瑞星药业秘密生产线上的设备。但是这些设备上根本就没有瑞星药业的标志。你看，就连机器名牌都被人用砂纸磨掉了。哎，薇薇，
院是不是有一个微缩照相机呀？对呀。破乌鹏案的时候，跟他主编赖斯赖活要来一个，放大功能惊人。我倒是可以用微缩照相的方式还原名牌上的信息，当然能还原多少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现在我们差的就是一点运气了。这瓶子里的液体能化验出来。 看来我们要下班了。我要找到郭淮。宝贝儿，别指望他了，只有这么一条路了。这个你拿着，你现在连个娘们都对付不了。那个贱货如果敢跑，就直接给他一枪。别以为自己是个废人就可以自暴自弃。乖乖等我回来。 去给他找个医生吧。你放心，用不了多久，你跟那个兔崽子都会没事的。小心，小心。最快2天出结果。好，我马上找人送过去。有结果了？有结果了。 算是有一半吧。这2种液体属于2种不同的物质，瓶盖上的液体属于乙脑疫苗，如果配合名牌上的信息，可以确定它是属于瑞星药业的。但是瓶罐里的这个液体是属于另外一种物质。由于我们这儿的医疗设备有限，所以只能送到大学，请胡春盛教授检测。他是德成医学院药剂学的权威，也是德医的终身教授。可是，在他那检测，最快2天出结果。 2天，正好是周5开庭。